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Redmi 的终端的这款新机啊。这个机器呢，它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天玑820啊。去年有2个980，今年2个820。从之前一系列的曝光还有我们前期的一些测试来看呢，天玑820呢确实要比麒麟的那款820在纸面的参数上稍微的强那么一丢丢啊。那么2000元档位的这款新机啊 ，Redmi 具体表现如何？不客观这点小白测评马上开始，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、收藏、投硬币，感谢。OK， 现在呢，我手里是有2台10X Pro， 这次的发布会呢，它应该是有2个型号，一个小号的这个10X，还有就是10X Pro 了啊。我手里这台我不知道官方叫什么名字啊，这个颜色应该是蓝紫色啊，有这个渐变。这个呢，它是一个光面的这个设计，然后这里呢，我们现场给大家开一台10X Pro， 这包装盒呢也是比较传统的5G。这个颜色呢叫胧月金啊，这是一个有点像那个之前香槟金那个配色，但其实呢，它后背呢泛着一点淡淡的粉色，这个是比较符合这个女性的审美的。然后配件方面还是这个传统的3件套，然后充电器方面呢这块要特别说一下 ，Pro 上搭配的是33瓦的充电器，这个应该和这个 K30 Pro 上那个是一样的。这款33瓦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，比这个某些40瓦还要快。这款蓝紫色开机之前我们是已经擦干净了，但稍微一摸，这个指纹还是非常明显的啊。但是这个胧月金呢，它是 AG 工艺的，就是外边呢有一层淡淡的磨砂啊，这个就不用担心指纹了。而且在质感方面确实 AG 要更好一些。X10 Pro 你一上手这个外观 ID 方面呢，就是你先感觉这机器好像是有一点点胖乎啊，有一点点厚重的感觉。其实它参数方面表现还不错，它是4520毫安时的电池，这个电池真的还可以了啊。Pro 这边呢是208克，然后10X那边呢是205克，它这个后背呢是采用了一个3D 全曲面的玻璃，就是它这个顶部啊，它也是这个弧度的啊，这样呢你就感觉这手机好像是有点胖乎。然后它是8.99毫米的一个厚度。近期我们体验的这些2000元档位的这个新机，这个中框啊收的都不是特别的窄，感觉手机有点厚啊。这个是中框收窄了，但是后背它是这种全弧面的，当然这个握持感上啊是真的非常舒服。摄像头的这个模组呢，也是一个很新颖的设计，2个圈在了一起。这个10X啊，就是非 Pro 那边呢，它是一个3摄的这个设计，还是有一些区别的。中框呢是一个塑料的设计，在这个价位段中框基本上都是塑料的啊。正面的 ID 设计上呢，其实就挺小米的啊，就是非常传统的，顶边2侧还有下巴它是3个尺寸。OK， 重点来了，天玑820这个发哥的终端芯片首发，咱们先来看一下纸面的参数。OK， 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，这个由于时间的原因呢，我们这个数据库呢还需要，应该就是过2天就可以更新啊。这个发热，还有就是它的续航方面，因为大家对这个 MTK 发哥这个处理器啊，确实有一些天然的小担心。根据我们这个实测呢，它表现其实还不错啊，在这个日常，比如说默认40帧那个情况下，这个吃鸡呢差不多就是40多度啊，和这个麒麟这边呢就是基本打平。因为这2个处理器虽然说天玑这边稍微领先一点，因为天玑这边呢跑分高一点，发热要稍微高那么一丢丢，麒麟这边呢跑分低一些，那么在温控的表现上呢要稍微更好一点，但其实它俩都是大差不差的啊。这在散热上呢 Redmi 也做了很多功夫，比如说这个液冷散热，还有就是5层的石墨片来进行散热。这个先期体验我可以告诉你就不用太担心，这个日常使用上呢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6.57寸钻石排列，这个呢是三星的 AMOLED 的屏幕，然后它亮度表现确实是非常好啊，这个800尼特的这个亮度，而且 HDR10+也是支持的。这块屏幕跟这个价位段使用的大部分的 LCD 屏幕对比一下呢，就是确实各有千秋啊。人家那个有高刷，但是它这个800尼特的亮度在日常使用的体验上确实也是非常好，它是60赫兹的。然后正面呢，它是2.5D 的玻璃，然后加入了一个塑料的支架，但是它正面过渡的时候做的是非常的漂亮，就是没有什么沟沟坎坎的，划过边缘的时候这个手感还是不错的啊。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它前后啊都是使用了第5代的大猩猩玻璃，包括这个 AG 工艺这边啊。OK， 相机方面啊，我们手里呢现在只有这个 Pro， 然后它是这个4摄的系统，参数给大家打出来啊。主摄呢是来自 OV 的这个4800万其实在这个价位段相机的表现大家都好像不是特别强，但是这个在长焦方面它还是有点东西的啊。这个 X10 Pro 上呢，它可以支持3倍的光学变焦，然后还有30倍的数码变焦。
长焦镜头，这是800万的啊。现在我是全手持啊，然后0.6倍、1倍，这是默认焦段，然后3倍，这个是无损的。然后它最远呢是可以到达30倍，然后这个动画上也是做过优化的，它是带 OIS 的光学防抖的啊，这个长焦镜头啊其实还不错。最远，现在我是全手持啊。整个这套模组还算是比较全面的，我们也拍了很多实拍样张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同样，想要看原图的话呢，还是在公众号回复时差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前置摄像头的录像对比，还有声音对比。两款手机分别是小米10与 Redmi 10X。好，我们跑动看一下防抖效果如何。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后置摄像头的录像对比测试，现在是慢速跑动。OK， 还有一些细节小点。这次呢，这个时差跟差时它的这个参数上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，然后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比较多。我们做了一个表格，你可以暂停看一下啊。比如说小号的时差呢，它是没有 NFC 的，而且小号呢它是没有这个 IP53的这个防水防尘的。充电器方面也有区别，一个是33瓦，一个是22.5瓦。然后相机方面呢也有区别，大家注意看一下。单说 Pro 这边，我们上手体验一段时间啊，这两台它的综合表现上呢还是 OK 的，在这个价位段中也算是比较全面。因为现在我还不知道具体价格，我猜应该是在2000元价位段，但是时差我估计应该有惊喜，这时差应该非常便宜，因为确实两个价差呢会比较大，大家可以弹幕走一波。OK， 还有一些细节配置啊，就比如说双扬器方面，然后这个机器呢它是一个单扬，然后在底下。还有就是在频段方面，这也是很多小伙伴都比较关注的。天玑820呢，它是支持5G 加5G 的啊，这一点上非常值得点赞啊。因为现在好像是天玑这边独一家，就是你可以2张5G 卡并行。因为现在确实5G 铺设还是很多啊，我们工作室这边5G 都已经全部都覆盖了。而且还有个小细节是我们小伙伴实测的，你可以用4G 网络不开5G 的网络套餐，但是你用5G 的手机，它的网速要更快一些啊，确实是这样。在频段方面呢，也是双模 SA 加上 NIC， 然后是5个频段，日常使用中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这个就是 Pro 这边的这个情况。这台机器啊，这个简单总结一下，就是很小米，尤其是在 ID 的设计上，正面啊，这一看就是这个小米的手机。而且呢，有一点还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它应该也是这个首批可以更新MIUI 12的一个机型，因为毕竟是今年新发的MIUI 12，现在对于很多非小米的用户或者说小米的用户吧，它的这个吸引力还是比较大的。整个的这个机器的质感方面呢，尤其是这个 AG 的啊，这个综合使用感受上还不错，但是就是这个看着有点胖乎啊，就是视觉观感上面棱角上呢不是那么特别分明。这个也是 Redmi 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风格，就是比较圆润，这个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。在2000元这个价位段，天玑820呢确实还是一个不错的处理器，因为在之前呢，微博我们做了一个3.4万人的一个投票啊，在这个价位段中，大家选机首先倾向的点是什么？有1.6万人都选择了处理器。当然，这个价位段好像还有一个 bug， 就是那 Z1 是吧？但是那个各有千秋，就是大家呢都是倾向不同的，大家可以综合选择。后续我们会第一时间把它的数据更新到我们的数据库里边。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 B 站、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都搜索小白测评，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里面。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、收藏、投硬币，不关注点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差时时差，差时时差，老高混了。